之前蛮多人问过我，就是我在房间拍片的 setup 是怎么样，然后我用的器材是怎么样，然后灯光是怎么样等等的。先老实说，我并不是非常专业的，而且在这方面，我觉得我房间的 setup 也没有非常的理想。可是既然有人想知道我的 setup 的话，我想说 OK， 那我就拍个影片跟大家分享。首先，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相机的位置摆好。我自己通常呢就是把我的脚架摆在大概这个位置，因为如同各位所知，我的背景是这个沙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相机装在这上面，然后这样拍过来。好，这样相机的位置就完成了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打光。那我拍片的时候，主要的光源会是这个 softbox 软箱子。我想不到其他名字啊，中文叫软箱子。OK， 软箱子。打灯，我觉得是我整个 setup 里面最麻烦的地方。通常我在房间打的光会是三角光，应该是叫三角光吧 ，Rembrandt light。那在打 Rembrandt light 的时候呢，就会把你的灯源放在主体的大概这个位置，所以它照下来的时候呢，会造成这边是亮的，然后这边只有这个三角形是亮的。它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很常出现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大概看一下我会坐在哪里，待会还会继续做微调。再来呢，第二盏灯就是那边，我的10万奖牌下面其实藏了一个灯管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如果你注意看我之前的影片的话，我除了就是这个 key light 以外，后面还会有亮亮的，就是让我的10万奖牌旁边是亮亮的。因为在主体的后面有灯的话，或是画面的后面有灯，会让画面增加一些深度啊，立体的感觉。对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总之就是 depth。所以呢，我通常就会把这条线，就是它延长线啊，插上去，你就发现那里就亮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现在我们灯光大致设置完了，然后把刚刚所有的窗帘拉起来，像这样子。可是这窗帘真的每次都很难弄，因为我拉太长的话，你看这边就会鼓起来，然后到时候就会在画面上面会有点碍事，所以我得要想办法拉到刚好的长度。所以呢，这个房间原本看起来像这样子，在打完光之后呢，会变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把相机位置跟灯光都设定完成了，但是还有一个东西漏掉，就是我们的声音。我现在相机上面是没有装任何麦克风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不可能直接用机身的声音，因为就是音质很差，所以呢，我会另外用一个外接的麦克风，就是之前提过的 Zoom H1， 我会把它用当做 boom mic 的概念来用。boom mic 就是 boom mic， 你自己去 Google 好不好？自己去 Google boom mic，B O M M I C，OK，boom mic 是这样拼吗？是 OK。其实这个的 setup 很简单啊，就是我把它加上去，把这个麦架移到相机后面，然后让麦克风尽可能越靠近我的嘴巴越好，但是要在不在荧幕里面出现为条件。麦克风的头不能在画面最上方出现吗？尽可能不要出现，会怎样吗？其实不会，就只是一个小瑕疵而已。所以我现在跟麦克风的距离大概是这样子，还算是一个健康的距离啦。那现在我把位置设置完之后呢，还有一个工作就是。我得要先监听看它有没有任何问题，或者是有没有任何噪音是需要被移除的。喂，通常声音部分啊，最理想的范围会是你的最高音量会在-12到-6或是-3这段距离里面，会是最理想的。只是我自己通常会把它在收音的时候会把它再压低一点点，就可能让它在-12那边大概跑来跑去，因为如果你在收音的时候就弄得那么准确的话，可能不小心讲话音量不然变大了什么，就直接爆掉了，后置就救不回来。所以我宁可让它稍微下来一点点，然后后置的时候再把它拉上去，确定每一个东西都是没有爆掉的。再强调一次，不管是打灯或者是麦克风收音的人，我都不是专业的 ，OK？ 这些都只是我自己的做法，并不是最专业或是最好的。麦克风基本上也没什么问题了。那现在所有东西都 set up 完了，通常我会把冷气跟电风扇什么的全部关掉，因为不然你戴着耳机听的时候，你会听到就是嗡的那种声音。可是最近太热了，所以我拒绝，我要直接就是这样录，不然我录不下去。然后如同各位所见，我现在影像跟声音是分开录的，所以我在后置的时候需要把我的影像跟声音对在一起。那怎么对呢？其实有一个小诀窍，你不用在那边就是看着影片，看着嘴型，然后再慢慢把声音靠自己对到那边，不用那么麻烦。你只需要在两边都开始录的时候呢，做一个动作，就是这样，就拍手就好了。因为呢，你在回去看的时候，你影像就会看到你拍手的动作，然后声音你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跳起来的，因为它音波那边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跳起来，突然很大声。对，所以你只需要把
拍手那一瞬间跟那个声音凸起来的那边对好，声音就全部对好了。那当然，如果像我现在我的机身在录影嘛，那同时也有在收音的，所以刚刚拍手的声音它其实也有进去，所以我回去在后置的时候，我把它对在一起，只需要找到2个凸起来的对在一起，那就搞定了。所以现在所有东西都 set up 好了，不管是灯光、声音跟相机都 set up 好。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，就是等一下我麦克风穿了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调色。现在画面应该看起来就是很平，没有什么对比，而且颜色也很不鲜艳，看起来并没有非常好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所谓的 color grading。color grading 就是调色啦。那调色呢，可以让我们从现在的画面变成这样子，整个画面就瞬间好看的非常多。那各位可能有发现，在我很多影片里面都有蛮多可以明显发现的调色，因为就是一个很爽的事情。你看到自己的影片就是变很好看，然后我通常都会喜欢就是调完色然后把它取消，然后再按回来，取消再按回来，就看到就是变难看又变好看，变难看又变好看，我觉得这样很疗愈。OK， 好，以上就是我的 studio setup， 这其实也不算 studio， 就是我自己的房间，然后试着让它变得那么就是好看那么一点点，希望有帮助到各位。虽然我再强调一次，这真的是不是专业的 ，OK， 这只是我自己就是乱玩出来的。好，当然就是子庸有功劳啦，他有就是教我一些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这样咯，拜拜。哦对，谢谢格瑞格。嗨，你做一个很格瑞格的结尾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普通哦。